宇軒，我們剛剛講，中國現在這幾年一直在幹一件事情，我要去美化。我晶片我自己拿來弄啊，我的電動車我要自己拿來用啊，甚至什么，我連養豬也要去美化。我豬以前是什麼？吃美國的大豆是為主，現在什麼？你豬不能吃大豆，你現在要改成吃新飼料、新菜單。結果我們一看，豬也太可憐了吧！他為了降低對美國的依賴，來照你看這一段哈，整個呢中國所有的豬隻裡面，他們在那邊吃那個豆子，對不对？所有的飼料。80%都來自於美國哦，所以中國豬是假的，它是我們講中皮美骨，所有的豬都是中皮美骨，因為是吃美國飼料長大的。所以我們現在講說，我不要買這個美國大豆不好，吃這個被美國卡脖子啊！為了要避免它的豬被美國卡脖子啊，所以呢，他們開始想到一個新辦法，要怎麼樣降低這個大豆的含量呢？來。第一個呢叫做酒槽，你知道酒槽是什麼嗎？中國是不是很多酒業？對，所以他把那個釀剩下酒的那個渣有沒有全部拿去拉？不知道第二個是什麼呢？米，稻米是不是它外面有那種米殼？那個米殼沒人要吃哦，雖然營養成分很高，這個就是米糠。然後他把這個米糠呢跟這個酒糟呢再加起來，然後開始再一起拉。那這時候第三件事情，還要再加第三個奇怪的原物料進去。這個原物料是什麼呢？來，玉米粉，也就是玉米。臭掉爛掉的，我們講碾成的那種玉米粉，而且最好笑，你知道是什麼嗎？這個玉米粉來自於美國，還是美國貨，還是美國貨。然後把這三個呢，像黑暗大法師一樣融合在一起，拉一拉，攪一攪，然後呢，再把原本的大豆給加進去，最後就會生產出呢中國新形態的新飼料。所以你看啊，你看，這是他手上拿着說，你看，這是我們这個酒槽，一塊一塊的，非常好吃，豬都特別愛吃，甚至他們為了他還說什麼，如果豬沒有愛吃的話，你來找我，對，保證我們講退費，這是他們最大的一個叫做牧原集團，對，他直接跟你說，我們透過這個合成氨基酸，我看了我就覺得很可怕，他把玉米合成氨基酸，這個就是所謂的蛋白質。因為呢，大豆是有蛋白質的，我們剛才講這些蛋白質含量都很低，對，所以他為了把它拉起來，他說可以減少豆粕，也就是所謂的大豆31公斤，每只成本的飼料呢降低了15元人民幣，換言之，一只豬可以省大概70塊。我知道你都會開始吐槽說，宇軒70塊算什麼事哦？那代表你不了解中國的豬價，因為呢，整個7160萬是中國到目前為止的一個生豬，一年可以節省2.34億元人民幣。厲害了吧？11億的台幣。對，再來最重要的是什麼呢？要降低對於美國大豆的依賴量，可以降低去美化200多萬噸。但為什麼你知道為什麼我說這樣搞下去絕對不是個辦法？因為它的確把這個大豆依賴量降低，也把這個控制到。但中國現在最大的問題在於豬價。你知道它現在一斤豬，我們剛才講說省70塊，你覺得沒什麼大不了？不好意思哦，這個一斤是他們的斤，大概500公克。多少錢呢？3.8塊人民幣。我再講一次，一斤的豬肉，500公克的豬肉，只有3.8塊人民幣，大概20多塊台幣。不到，所以不到，在17、18塊。500克可以這麼便宜啊？對，我講你台灣絕對買不到這個價格，而且這不是我們挑的個案哦，而是他們集體的豬隻都出現崩盤。你看哦，2026年4月3號，海南哦，也不是什麼落後區域哦，標豬價格3.8塊。大家記住今天，為什麼要記住今天？因為這代表是崩盤的開始。你知道它一隻成本多少錢嗎？8塊錢，1公斤8塊錢。對，也就是光一隻豬，它1公斤的飼料平均的價格要8塊錢。那你賣3.8塊，這叫什麼？賠一隻賣一隻，我們倆賣一隻賠一隻。所以這個叫做通貨緊縮，也就是它不是你想象中的所謂的價格變便宜，或者是說呢消費者能夠得到的紅利，而是中國的豬隻問題，在他們現在這種不斷的 cost down。甚至是呢不斷用所謂的自主生產的飼料狀況之下，很有可能導致他們經濟上，也就是我們講的晴雨表裡面即將要下大雨。宏觀取材，釐清真相，犀利精準，深入剖析，時刻掌握關鍵新聞時事，不漏接。老時段，新氣象，我是鍾耀和，關鍵時刻2.0全新出擊。